截止至今，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13个月。近期呢，俄军开始将越来越多的老装备送上战场了，这不禁让大兵好奇，俄罗斯到底还有多少战争潜力？毕竟呢，俄军都开始用上 T-54坦克了。接下来，大兵便和各位讨论一下。就在3月29号，乌克兰公布了俄军战损的新一轮数据，内容显示，俄军阵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72340人。装备方面呢，损失坦克3609辆，装甲车6966辆，火炮系统2659套，火箭炮526辆，防空系统277套，固定翼飞机306架，直升机291架，无人机2239架，舰船18艘，特殊设备288台。以上数据呢，那肯定是有一定水分的，但是阵亡人数方面，绝对不是俄罗斯所说的不到1万人。大兵估计啊，俄军阵亡加伤兵数量应该在20到30万人之间。因为现今的这场俄乌战争基本上都是在各界的眼皮子底下打的，很多战场画面都能通过无人机实时看到，每场战斗后伤亡的人员和损失的装备一目了然。这一点呢，在北顿涅茨克河之战和乌赫莱达尔之战期间呢就能看出来，而且相关俄军阵亡人员的通知书和国内举办的葬礼也能得到不少数据。还有一点就是啊，虽然上一年俄罗斯动员了30万士兵，但截止到现今，除了猛攻巴赫穆特的瓦格纳，俄军并没有发动大规模战斗。那么这30万人去哪儿了呢？很简单，他们并没有组成新的部队番号去参加战斗，而是在一点点的填充前线伤亡惨重的部队。此外呢，根据俄罗斯官方公开的数据，现今至少有2000名俄军官在战争中丧生，包含了将军4名、上校54名、中校135名、少校260名、上尉372名、中尉617名、少尉337名，其他军官221名。除此之外呢，再加上一些未知军衔以及复员的士兵，俄军阵亡军官甚至是有可能超过3000人。大家不要觉得这3000人很少啊，因为这些军官都是在战斗最前沿的一线指挥官。想要培养一名合格的一线指挥官呢，并不容易，不仅要具备充足的理论知识和极强的身体素质，还要经历过真实的战场磨练才行。因此，他们的损失极大影响了俄军前线的指挥能力。另外，说实话，俄空军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在战争爆发之前，俄空军大约有70多架苏27、80多架米格31、90多架苏30、90多架苏35、100余架米格29、120多架苏34、200多架苏25以及600多架苏24，固定翼战机总数超过了1350架。与之相比，乌空军在开战前呢，只有13架苏24、31架苏25、34架苏27以及95架米格29，总共才173架。从整体实力来说，俄空军是有着压倒性的优势的。但1年过去了，俄空军的表现简直是一塌糊涂，战机损失数量都超过了乌军原本的战机数量了，战损比简直不能看。而一旦对比一下2次车臣战争，就更加明显了。1994年12月11号，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有意思的是，与这次俄乌战争一样，当时的俄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也扬言声称战争只需要数日就可以结束了，但最终一直持续到了1996年8月31号。2年时间里，俄军阵亡了2837人，负伤了17892人。装备方面，损失了固定翼战机5架、直升机8架、坦克和装甲车500余辆。虽然过程并不顺利，但是相较于这次的表现，实在是好了太多了。紧接着是第2次车臣战争，在1999年8月到2009年5月的近10年间，一开始呢，俄罗斯是出动了8万大军去攻打2万多人的车臣军队，但军事上是占据绝对优势。可是打到最后的结果却是俄军阵亡8000多人，伤兵过万，坦克装甲车损失500多辆。不过就算2次车臣战争的表现都不好，俄军损失加在一起也不过是阵亡了1万多人，损失坦克装甲车是1000多辆。对比俄乌战争期间俄军的损失，差距已经达到了10倍以上。大家要知道，在战争爆发之前，俄罗斯现役部队数量是乌克兰的5倍，国防预算是乌克兰的11倍，经济规模是乌克兰的8倍，并且有着更多的先进武器，例如 T90M 主战坦克、苏35战机等常规武器，
同时还有着全球最成熟、规模最大的网络攻击部队。2022年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后，1个月内，俄罗斯便控制了乌克兰近30%的领土，包括了从南部赫尔松州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乌东地区，以及从乌北部边境到基辅之外的很大一块领土。但是好景不长，乌军很快就挫败了俄军的进攻，直接将俄军从基辅以北击退，并且重新占领了东部前线的大部分领土，将俄军的领土控制总量减少到了大约20%。到了2022年夏末秋初的时候，乌军第二波反攻解放了哈尔科夫和赫尔松前线的更多领土，进一步将俄军的领土控制权降至了约17%。这点呢，在巴赫穆特是尤为明显。俄军对此地进行了长达半年的猛攻，一直在用炮火覆盖当地的城市，并且与乌军进行逐街逐屋的争夺。在前线攻击一直受阻的情况下呢，还投入了瓦格纳雇佣军进入战场。俄军采用的典型的3波冲击打法，显然即便是采用了如此浩大的人浪攻势，俄军也是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自从去年9月以来，只继续占领了不到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与之相比，无论是用于消耗乌军的弃子，还是承担主要攻击任务的俄军正规部队，都承受了巨大的伤亡。就在3月29号，根据战争研究所的分析，在过去7天里，瓦格纳又占领了巴赫穆特5%的地区，可能已经占领了巴赫穆特北部的 AZOM 工业园区，但是代价呢却是伤亡人数超过4000人，平均每天伤亡570人，代价太大了。而在战场前线进展不利的情况下，俄国内军工厂的情况也很不乐观。目前呢，俄罗斯供应不上的不仅仅是人员，还有武器和军事设备。现今就连后勤设备，比如军用卡车都不够用了。根据2022年9月初的统计，俄军至少在乌克兰消耗了700万发炮弹，超过3600枚导弹，数千辆坦克，再加上坦克炮管在发射一定数量炮弹后呢，必须进行维护，进一步影响了俄军火力的接续。在坦克方面，俄军原有大约3330台在役坦克，而随着战争的不断损失，越来越多的 T62S 和 T62MS 出现在了战场。俄军甚至开始将 T54运往战场，侧面证明俄军在役坦克余量恐怕是已经不多了。虽然俄罗斯继承着苏联的军火库，有着一笔不可小觑的遗产，很可能拥有超过1万台的库存坦克，但是遗产二字就意味着这些古董坦克不仅技术已经非常落后了，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也是外界无法预知的事情。与此同时，在北约各国不断加大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样的速度改造和维修这些老古董呢？甚至说，这些古董的出现反而可能进一步拉低俄军的机动性和战斗能力。此外，在导弹方面问题也不少。之前，俄国内的军事分析家拉辛向外透露，俄罗斯每年生产的各类远程巡航导弹和战术弹道导弹都不超过50枚，比如海基和陆基的卡利伯导弹、机载的 X101导弹、奥尼克斯反舰导弹，以及能搭载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导弹。还有就是俄罗斯每年生产的机载 X32导弹数量可能不会超过20枚。虽然目前无法精确计算出俄军究竟还有多少导弹库存，但是截止到去年9月，俄军在7个月的战斗中就用掉了相当于本国18年的全部产量。后来随着北约禁止芯片出口到俄罗斯，而乌克兰又拥有着导弹发动机技术，巡航导弹对于现今的俄罗斯来说呢，真的是打一发少一发。另外，制造数量跟不上的同时呢，俄国内武器制造厂还频发意外。根据报道，就在3月23号中午，距离莫斯科东北270公里处的亚罗斯拉夫尔汽车厂突然着火，大火便吞噬了工厂的楼房，从很远处呢都能看到大量的黑色浓烟。不久，有当地媒体报道称，在火灾发生前疑似发生了爆炸。一名紧急情况部消息人士透露，起火点可能不是在行政大楼，而是在车间里。火灾是从6号铸造车间开始的，显然变电站是第一个被点燃的。而这家汽车厂算是俄国内最大的生产多用途柴油发动机、离合器、变速箱和配件的企业之一。俄罗斯和白俄有300多种车型和特殊用途产品安装了该公司制造的发动机。
最重要的是，该工厂还负责为俄军生产装备，包括白杨 M 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动机，以及俄武装部队使用的乌拉尔军用卡车、库尔干人25和回旋镖步战车等多种装备。根据最新统计，从2022年3月22号以来，俄境内已经发生了超过100起原因不明的火灾。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算俄军想要对乌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但是能供其调遣的战争资源正在显而易见的趋于枯竭。还有一点则是，俄国内的经济快撑不住了。综合网上所公布的战损数据，以及 SIPRI 以及 ISW 所披露的俄军军费、军人培训以及伤亡费用等资料，大兵经过计算得出俄乌战争1年来，俄罗斯仅战争经费就高达了1255亿美元，平均算下来，单日消耗超过了3.44亿美元。其中最大支出呢是日常军费方面。举例来说，如果有35万俄军在乌境内作战，那么他们1年的工资、生活费、医疗费、随身弹药、军服装备等日常费用，以每天500美元计算的话，总耗费就达到了638.75亿美元。紧接着是战场阵亡士兵的费用，以上述乌军公布的阵亡数据为标准的话，按照俄国防部披露的新兵每人3万美元的培训费以及20万美元的死亡赔偿金标准计算，俄军阵亡士兵耗费的军费为396.38亿美元。当然，实际赔偿金可能并没有这么多。然后就是武器装备损失方面，还是以上面乌军公布的数据为标准。俄军在战场上高价值战争装备损失数量可以推算出1年期间呢，差不多损失了近263.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其中306架战机约90亿，277套防空系统约40亿，火炮系统2659套约30亿。上述这些呢，还并不包括枪支弹药等费用，这部分的消耗是包含在日常军费中了。不仅如此，俄国内经济的损失也很大。按照俄罗斯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在2022年其 GDP 为151.6万亿卢布。虽然俄官方宣称各国的经济制裁对其经济的影响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 GDP 同比只下降了 2.1%， 换算下来，经济制裁只是让俄罗斯 GDP 减少了 3.25 万亿卢布，但真实情况是远不止如此。另外，由于俄罗斯非常依赖消费品，经济制裁限制了部分消费品的进口，导致俄国内供不应求，价格飞涨。再加上俄乌战争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全球性通胀，对俄罗斯还能够进口的消费品价格大幅上涨。还有就是战争和制裁叠加导致的供应链和生产链紊乱对供应的影响。上述的一切导致2022年第2到第3季度，俄国内消费品价格指数涨幅一度高达 17%， 全年平均涨幅也高达了 11.8%。除了以上这些，再综合其他方面计算，俄乌战争1年来，俄罗斯国内的消耗可能高达上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俄罗斯虽然能接着打，但是国内经济并不允许时间太久，可能也就再坚持半年左右。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内指正。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之后大兵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视频。我们下期再见。